先生，叫咱一個，請問恁住遮附近嗎？啊，我住遮嘿啊，安那喲？啊，請問你貸款一個月偌濟？啊，咱敢有實在？你問遐爾詳細？敢會使看恁兜？那我帶你來看一個。啊，我即馬感覺假做講咱無實在。明明就認識，還要在那邊裝作不認識，很好笑哎，我不懂哎。所以後面是你家嗎？當然不是啊。但是今天這一集我會有關於本頻道的重大決定會宣布。所以我們剛剛幹嘛要講台語？想說來個與眾不同的開箱啊。這個是我在台南的家啦。之前啊，我其實就住在這裡，住了大概2年半。我很久沒回來了齁，所以家裡呢就是維持一個沒有人住的狀態。我稍微開個燈讓你拍一下。我先簡單介紹一下，我家這邊實際坪數大概只有10坪左右，大家再扣掉前後陽台的話，室內大概剩下7坪吧，就真的很小啦，一個人住差不多。那所以這整個房子裡面就坐滿了收納。那這間房子是我媽買的，這間房子她買的可是非常便宜哦，完全沒貸款。為什麼我當初會決定買這間房子？我媽在台南工作，她需要一個落腳的地方啊。那時候看到這間房的時候呢，我媽覺得還行，但沒有說真的很想買，她就跟原本賣的屋主跟她喊了一個價，想說這樣子他就會知難而退吧。結果隔了好像不到1個禮拜，對方就打電話跟我媽說，我願意賣你，所以是一個很驚人的便宜價。然後我媽就硬着頭皮把它買下來。所以是多少錢？110萬。110？對。這邊全幢10幾，所以它1坪不到10萬。對，差不多。那這個是哪一年買的？2021年吧。現在已經找不到這種價錢，因為我們這是舊房子嘛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還沒訂閱嗎？如果你喜歡看居家裝潢風格跟飯店開箱影片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開小鈴鐺。那我們繼續看下去。那你一邊看一邊可以估看看，你覺得這間房子應該要價值多少錢？大家不要覺得說風格好像很長輩啦，這些都是有典故的哈。我媽的姨媽做給她的。這個呢，它可以是沙發墊，也可以是床墊。下面這裡是置物的空間，平時如果有大行李箱就可以放在裡面。你不是很喜歡嗆大家那個按摩椅嗎？請問這你有在用嗎？我有在用，我每天用。你多久沒回來用？5個月。旁邊那個蓋起來的是？這個是音響，要怎麼開機？我就沒有住在這啊。這邊是我的吸塵器啦，沒有用到的東西我都把它蓋起來。只能說這一台我用好多年了，吸力都沒有減退。台北那一間房子，另一個低排也是低排，但是真的是我覺得很不理想。我才買半年而已，它吸力衰退了剩下2/3吧，爛透了。我買來才幾個月而已，它的吸力就大幅下降了。它很弱哎，为什麼沒有桌子啊？你這感覺是一片大空地。這個空間實在太小了，沒辦法擺固定的桌子，所以呢，有這個移動式的哦，大的。我現在把它弄起來給大家看哈，它這個就是把它打開就可以用，很剛好。坐着這樣打電腦是剛好。那我喜歡站着怎麼辦？跑去特魯買了一個墊子，這樣把它墊高，筆電加上去之後是剛剛好。冰箱旁邊留一個縫，剛好可以讓它進去，將好。好，那我現在呢？你的報應終於來了。你要幹嘛？不是，我沒有住在這，有什麼好開箱的？一定要幫大家開箱一下吧。會長什麼樣子？我沒有。好。通的，不然你要想看、這個，不然你每次人家家都在那邊開冰箱，很多那個毛奶社的高湯這全新的，期限是2025年的1月16哦，它已經過期。誤會啦，這個是製造日期。大家應該會好奇這後面是什麼吧？好，那我們隨機來開一個給大家看一下。就是因為現在已經搬走了，給大家批判一下，這空空的啊，打開之後會亮燈，幫自己做一點智能的感覺。小酷酷，這邊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啦，用窗簾把它隔起來。為什麼會是這個顏色？因為我喜歡黃色啊，我覺得黃色會招財。單人床就看出就是我自己一個人睡啊。那這個蓋起來的這些是什麼東西？遠紅外線。冬天的時候很冷，你放着它可以當烤箱烤，可是它又不會過熱。但它實際的那個療效是什麼，我並不知道哈，我都把它當暖爐用。這個是除濕機，我的電扇、空氣清淨機。有鏡子嗎？哦，有啊，你很會問問題耶。看，在這邊哦，掀起來就可以了。這個床下面也還是有做收納的哦。對，推崇的抽屜式。對，而且我這抽屜做超深，把它空間全部運用完。好，那你的浴室在哪裡啊？浴室在這邊，大家可以來看一下。其實我在這邊住的時間就2年半，因為很忙，也要四處跑，我沒有花很多心思在這邊布置。那這個浴室的設計啊，它有一個缺點，如果很久沒回來
來又沒有把排氣孔關起來的話，下面住戶他們那個抽煙的臭味會跑上來，所以我還是有放了一個超迷你空氣清淨機，有裝一個免治馬桶，我們家習慣用免治啦。走，我們去看陽台。所以曬衣服就是用上面这个曬衣機。對，那這很神奇，是我媽自己釘釘子，然後自己綁上去的，這都是媽媽的智慧啊，我媽超強。下面就有一個循環扇吶，因為我在裡面用那個除濕機，我覺得它沒有辦法循環整個空間，浪費電，我還是用了一台循環扇。那大家剛剛都想說，是不是就沒廚房？有廚房哦，這裡是還留一個氣炸鍋的熱水壺可以煮水。我覺得在陽台這邊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操作。外面如果那麼便利的話，你就不會做這件事。那現在我們就全部都看完了，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閒聊。我好緊張啊，你要問我什麼？整理啊，然後裝潢啊，系統櫃這些全部的費用大概是多少錢？花了70-80萬哦，很可怕吧？裝潢是蠻平凡的風格嘛，最花錢的是重整這間房子，它的水管、它的電線，沒錯，通通都重拉了。因為舊房子那些東西都腐朽不堪，你要直接住進來用一些高電壓的東西，絕對會灰朽處，很可怕。其實我覺得這樣70-80萬聽起來也沒有特別的貴啦。當初房子就砍了那麼多了，是不是最後加起來就是原本的房價呢？好，那你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？對，我要跟大家宣布說，丹丹失業了。我剛滿40歲1個禮拜，那在這個年齡段失業，我覺得蠻可怕的。那我想要把這個過程都記錄下來，讓大家看一位中年失業的人怎麼樣去面對這一切。大家就把我當成是一個養成系的創作者。我現在的狀況先跟大家坦率的說明一下，因為我決定全職的做自媒體，我決定不回企業界工作了。我怕大家看到那個履歷就嚇跑了啦。這種貨色我能用嗎？我敢用嗎？我覺得算了啦，不要去讓人家稱斤論兩。現在我想要全力來做自媒體，試試看1年後有沒有辦法達成 IG、臉書跟 YT 都5萬追蹤或訂閱，有點難，特別是 YT， 我現在還被限流了，我不知道這支影片有多少人可以看到。那所以接下來呢，我每個月社群經營我會透明化跟大家講到底是怎麼走過來的，因為失業我真的很害怕。大家現在看我這樣可以侃侃而談，但其實我已經調試1個多月了。我剛開始真的是每天做噩夢，然後早上呢就被自己噩夢嚇醒，整天都魂不守舍。大家也知道我剛買房子，我有房貸，我還有很多其他的費用要繳。走一步我要幫他說一下話啦，因為好像有人覺得他臉書或者是 IG 的限動還是看到他出國，但要跟大家說，因為我們其實是會預先規劃1年以後行程的人，所以其實那些東西呢是1年前就已經付完錢，你也不可能把那個錢退回來。我就感謝過去的自己。我最近還是看到丹丹一直出國呢，不是他很揮霍把錢亂花，是因為那個機票、住宿什麼都已經錢付了。對，那我現在明說，以我現在自媒體的收益呢，我是降到過去收入了可能不到1/4，然後也沒有那麼穩定，所以我要努力多接一些案子。那新家開箱我是一定會繼續開下去，這是我頻道最重要的主軸。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盡量幫我分享給你的朋友，因為我現在是真的很需要訂閱，很需要流量。那喜歡這支影片就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下次影片繼續跟着丹丹出去玩，吃喝玩樂不打烊，拜拜，拜拜。